观音天大视野论财富人生，大家好，我是百年。外资正在流出中国吗？最近彭博社发了一篇文章，读起来呢令人脊背发凉。文中指出呢，今年第三季度，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出118亿美元，这是自1998年该指标有统计以来的首次转负。并且呢，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统计的外资指的不是每天在 A 股买入卖出的金融资本，而是指的开工厂的产业资本。通过这个数据彭博社暗指中国经济前景正在变差，外资营商环境恶化，产业资本正在撤离中国。彭博社说的是真的吗？它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哪些影响？今天百年就和大家好好说道说道。首先作为国际的知名媒体，彭博社呢确实没有编造假数据，但是选择哪些数据，又以何种方式解读，这里面就隐含着外媒的一些小心思。在这篇题为《中国外商投资指标首次转负》的文章当中呢，彭博社引用了2个数据，一个是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今年第三季度确实是负的118亿美元，是1998年以来该指标有季度统计以来的首次负值。此外呢，彭博社还引用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示呢，今年前3季度中国外商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 10.5%。通过这2个数据彭博社暗指中国经济存在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呢，他采访了一位中国经济研究专家，这位专家表示美国公司一直在重新配置供应链，以使用中国的替代品，表明美国政府的脱钩政策呢正在生效。此外呢，他还引用了外商游说团体的观点，认为呢，中国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监管环境不确定，以及呢国家安全监管过严等问题。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中国这个地方对于外资不再友好，所以外资选择用脚投票。那么彭博社说的是真的吗？百年在查阅资料后发现真相并没有那么简单。首先呢，外媒引用的数据口径就有问题。目前我们国家统计外商投资有2个官方指标，一个是商务部口径，一个是外汇管理局口径。商务部口径数据比较狭义，统计的呢是外商在中国境内的股权投资，直观来说呢，就是开厂子做买卖时外资真金白银掏的钱。根据商务部的数据呢，今年前9个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9200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了 8.4%。虽然同比2022年下降，但依旧是历史的第2高位。而外汇管理局的数据呢就比较宽泛了，它不但包括了股权投资，还包括了关联企业债务投资和利润再投资。这里就到了关键点。今年美债收益率特别高，比如说10月份10年期美债收益率最高到了 5.02%， 创下了2006年以来的最高值。美国国债比中国国债利率高出了2个多百分点。此时外商会把一些不急用的人民币存款呢，暂时换成美元购买美债，这是非常正常的财务投资行为，但是也会被统计进外汇管理局的数据当中。但是我们并不能把外商多买了2笔美债的行为呢，解读为就是要把厂子卖掉撤出中国，这样的解读是不对的。其次呢，抛开数据本身的问题，彭博社暗指中国营商环境变差，政府监管严苛，这种指责百年认为呢也不正确。毕竟即使按照他所提供的数据，2021年到2022年初，中国的外资流入呢也才刚刚创下历史新高。不可能1年前我们对待外资如春天般温暖，1年之后呢就如冬天般寒冷，国家监管也没有这么大转弯的。所以外媒口中所谓的外资流出，其实就是中美利差倒挂背景之下一种正常的资本流动现象而已。部分媒体借助这些数据添油加醋唱空中国经济，也是传统异能，我们还需要擦亮眼睛。此外今年大家可能在媒体上看到有部分外资品牌确实在撤出中国，多数源于他们本身竞争力较差。三菱汽车就是一个例子。今年10月下旬呢，三菱正式决定退出中国整车生产，并出售合资公司广汽三菱的股份。三菱在中国的败退源于自身市场销量惨不忍睹。根据乘联会的数据显示呢，今年1到5月份，广汽三菱销量分别为3367辆、8934辆，分别同比暴跌 75% 和 25.1%。
其中啊，5月份产量销量更是均为0。拿出这种成绩，三菱自然是不好意思在中国市场待了。而它败退的背后啊，则是国产汽车品牌全面崛起。今年中国刚刚反超日本，晋升全球汽车出口第1大国的时代背景。没有竞争力的三菱败退了，但是啊，对于那些有竞争力、有科技实力的外企，我们依旧是热烈欢迎。就在10月18号“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呢，国家宣布将全面取消外商投资制造业准入限制。在过去所谓的中国外商黄金年代，为了保护民族工业，我们国家对于外商的限制其实是不少的。比如说呢，外商投资某些战略性行业必须经过相关部门审批，股权占比呢也不能高于一定的比例。汽车行业当中，大家所熟知的市场换技术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在未来，制造业中对于外商的限制将全部取消。除了不限制，我们甚至还主动引进那些具有重大经济利益的外商。比如说，最近2年，我们引进的最大一笔外商投资就来自德国的巴斯夫。早在俄乌冲突之前的2019年，巴斯夫就有意来到广东湛江设厂。吸引他的除了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供应链体系之外，还有政府的大力支持。为了让巴斯夫留在广东湛江，国家专门在第一时间把湛江的一个原农产品流通园区升级为了粤区第1个综合保税区，方便巴斯夫做进出口加工贸易，我们不收他的税。此外啊，为了帮助巴斯夫应对欧盟的环保监管，我们还在湛江配套建设了绿色电力项目。中方的大力支持和2022年俄乌冲突的意外爆发，最终促使巴斯夫做出决策，把湛江的小项目做成大基地。总投资100亿欧元，成为了欧盟企业至今在华的最大一笔单体投资。最后呢，在多方面的努力之下，商务部数据显示呢，今年前8个月，我国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400亿元，同比增长6.8%。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3154家，同比增长33%。可以看到，制造业中的外商投资依然在增长，外资流入中国的势头其实并没有中断。谈到这里我们还需要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未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外资？所有外资来到中国，我们都应该欢迎吗？过去中国社会重视外资，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改革开放后20年，中国经济发展缺外汇、缺资本。拿外汇储备来说，1978年我国的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人均呢是0.17美元。按照当时的汇率来折算，折合成人民币只有不足1块钱。那个时候，国家想搞民族工业，像今天一样做产业投资，根本没钱。而外资所带来的外汇资本，恰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补丸。为了欢迎外资2007年之前，我们国家针对内外资甚至实行了2套不同的税收体系。外资企业所得税为30%，低于内资的33%，体现出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但是今天呢，随着中国工业实力的发展，很多民族企业的实力已经不输于外资同行。这个时候再给外资过多的倾斜和优待，不但对民族工业长远发展不利，还会导致过多的利润分配流向外国，不利于中国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且这还会把国家的金融风险暴露在外资的手中。我们隔壁的越南就是一个反例。根据联合国贸发委的数据呢，2021年越南外资存量占 GDP 的比重高达68%，这一比例呢是中国的6倍。其中韩国三星是越南的巨无霸企业。2021年，三星越南分部的产值是742亿美元，约占越南 GDP 总值的20%。过度依赖外资带来的第一个结果就是越南本土工业缺乏长远投资。毕竟三星来越南只是图你人力成本便宜，而不是为了帮助越南科技发展的。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的显示呢，2019年越南的 GDP 中只有0.42%被用到了科技研发上。这一水平甚至不如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更是今天中国科研强度的1/6。当越南这一波人口红利吃完之后后面经济靠什么发展，将会是越南的终极考验。其次呢，外资在经济体系中占比过高，也间接导致了越南金融体系非常脆弱。2020年到2021年，受益于美联储降息和外贸环境好转，国际资本迅速流入越南股市和楼市。外资涌入越南之后呢，越南股市的外资持股比例上升到了20%。越南首都河内的住宅价格平均上涨了20%到25%。一段时间河内房价甚至超过4万人民币每平米。但是随着2022年下半年美联储加息，外资大规模流出越南，直接带崩了越南的股市和楼市，甚至间接导致越南第5大银行出现挤兑。
现如今呢，根据越南官方数据，今年上半年越南 GDP 同比增长仅有 3.7%， 远低于2022年上半年的 6.5%。外资的大规模流动给越南金融体系带来了危险因素。相比之下，有的国家其实不靠外资也能活得很好，比如说日本。上世纪70、80年代日本经济腾飞期间呢，日本外商投资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 1%， 直到今天啊，这一数字也不过 5%， 在全球近200多个国家当中排名倒数第一，甚至低于朝鲜。日本经济发展不依赖外资，那产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从哪里来呢？答案啊是来自于日本政府和日本的金融体系。二战之后呢，日本政府开始推行所谓的倾斜生产和产业扶持政策。日本政府给大型银行注资，通过后者向重点行业提供特别贷款和长期资金支持。有了资金啊，再加上日本社会重视科研投入，使得二战后日本仅用了40年的时间，就在石化、汽车、电子等产业相继实现了产业复苏和对欧美的反超。所以啊，从越南和日本的正反案例来看啊，外资流入其实不等同于经济发展，它不是经济发展的必选项。如果一国政府有充足的金融资源支持，再加上选对了投资方向，国家完全可以不依靠外资就能实现经济发展。只不过啊，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里，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才在一段时间内呢倚重外资而已。外资来是来赚钱的，而不是来扶贫和做慈善的，它是一把双刃剑，带来的不全是好处。那么对于那些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外资，我们当然欢迎；而对于那些不再符合中国需要的外资，就让它自然淘汰。另外呢，往后啊，我们观察中国经济可以从很多角度切入，但是啊，一些海外媒体单纯以外资流出为借口就唱空中国经济啊，这种逻辑是不对的。这种声音背后啊，也是有目的的。我们呢，还需要格外的警惕。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别忘了关注百年说正经，关注后续更多精彩内容。我是百年，我们下期见。